你是不是还在天天坚持吃饭只吃8分饱？你是不是觉得年纪大了就该顿顿清淡吃素？快停下吧！这根本不是养生，这是在亲手透支你的生命余额。很多人觉得年纪大了就该清心寡欲，吃饭必须只吃7、8分饱，平时还得尽挑素的吃。如果你正在点头，那今天我必须得给你提个醒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专门研究中老年健康的养生专家王少谦。今天我必须跟各位老友说句大实话，那些让你少吃肉多吃素，每餐只吃8分饱的传统观念，真的把太多人的身体给坑苦了。很多人盲目跟着学，结果呢，人是越来越瘦，身体是越来越没劲，免疫力跟着啪啪往下掉，连路都走不动了。今天我要教给大伙儿几条健康铁律，这就是专门帮咱们50岁以上的朋友把流失的肌肉吃回来，把透支的健康补回来，给咱们的晚年生活穿上一层结结实实的防弹衣。朋友们，咱们得先把身体的账算明白。你可以把咱们中老年的身体想象成一台老式汽车，这台车已经开了好几十年了。年轻的时候那是新车，省油，跑得快。但现在零件磨损了，发动机效率变低了，这时候它虽然跑不快，但耗油量其实一点都没少，甚至因为效率低，它需要更精细更高级的保养。如果你这时候为了省那点油钱拼命控制饮食，甚至连肉都不敢吃，那这辆车离彻底抛锚身体垮掉就不远了。在养生学上，50岁60岁是身体机能的一个巨大分水岭，这道坎儿一过，咱们身体内部就会发生2个惊人的变化。第一个变化是咱们身体的营养加工厂效率变低了，也就是说肠胃的吸收率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。我经常在健康调理咨询中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很多老哥老姐觉得自个儿吃得挺饱，结果去检查全是营养不良。为什么呢？年轻人就像高效的榨汁机，吃进去一碗饭连渣带汁能吸收90%，但咱们上了年纪，胃黏膜萎缩了，胃酸分泌变少了，肠道蠕动也变得慢吞吞的。同样是吃进去一块肉，年轻人全吸收了，咱们可能也就吸收个1半，甚至更少，剩下的营养还没来得及被身体利用，就直接排出去废掉了。这就意味着你虽然感觉肚子饱了，但你的细胞你的器官其实一直处于严重的隐性饥饿状态。如果你还刻意去少吃，去吃什么8分饱，那身体就是双重亏空。紧接着第2个变化更为隐蔽也更凶险，那就是肌肉的疯狂流失。这在科学上有一个专门的词，叫做肌少症。你可能会说，我又不去健美，要那么多肌肉干嘛？各位老友，这个老观念必须得改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肌肉不仅仅是肉，那是保命的护盾，是包裹在骨骼和关节外面的软铠甲。有这层铠甲在，你走路才带风，下盘才稳当。一旦肌肉萎缩了，人就成了风中的枯草，这时候稍微不小心摔上一跤，后果根本无法想象。大伙儿经常听说的老人摔倒骨折，长期卧床，引发各种严重的身体亏空。这一个个夺命的连环套，最初的导火索往往就是因为肌肉不足导致腿软摔倒。所以说，保住肌肉就是在保命。既然明白了这2个原理，咱们的应对策略就必须彻底改变。要从年轻时的克制饮食，
坚定地转变为现在的优质饮食。咱们的胃口有限，吸收能力也有限，所以每一口吃进去的东西都得是精兵强将，千万别让那些没营养的汤汤水水占了宝贵的肚子。接下来大伙把这几条金科玉律记好了，最好写在纸上，贴在冰箱上。第一条也是最核心的一条，要把蛋白质当成药来吃，全力以赴抢救咱们的肌肉。很多朋友一听到要加强营养，扭头就去买一大袋大米、面条，或者天天在家蒸红薯吃。我得严肃地告诉你，方向完全反了。米面薯类这些是碳水化合物，它们的作用只是给身体提供基础热量，让你有力气动弹。这就像是给汽车加的汽油，但是汽油再多，它也修不好破损的发动机啊。真正能变成咱们身上的肌肉，能修复身体组织的原材料只有一样东西，那就是优质蛋白质。没有蛋白质，咱们的身体就是无米之炊，根本没法进行自我修复。那么咱们每天到底得吃多少蛋白质才够本呢？咱们来算一笔明白账。按照专业的健康标准，中老年人每公斤体重每天至少需要 1.0 到 1.2 克的蛋白质。假如你的体重是60公斤，那你每天雷打不动必须摄入60到72克的纯蛋白质。你可能觉得这很简单，其实真没那么容易。你早上喝的那一碗白粥，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几乎是0，吃一个鸡蛋，里面大约含7克蛋白质，喝一杯250毫升的牛奶，里面也就含8克蛋白质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早饭光吃稀饭馒头，哪怕额外加个蛋，离身体需要的这60多克还差着108000里呢。这巨大的营养缺口如果天天补不上，咱们的身体是很聪明的，它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，就会开始拆东墙补西墙，直接去分解你身上原本就金贵的肌肉，用这些肌肉来提供能量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友觉得自己没少吃饭，却越老越瘦，越老越没劲的根本原因。为了帮大家把这个大窟窿彻底堵上，我为大家整理了4类蛋白质救星。这4样东西你得变着花样吃，最好平均分散到1日3餐里，确保身体时时刻刻都有原料可用。第一样是鸡蛋，这可是大自然赐给咱们的全营养胶囊，每天必须保证吃一个全蛋，连蛋黄一起吃。如果你平时不爱吃肉，我建议你一天可以吃到2个。怎么吃吸收最好呢？第一推荐是做肉末蒸蛋，把少许瘦肉剁成细腻的肉泥，打2个鸡蛋，加点温水搅拌均匀，上锅蒸得嫩嫩的，出锅淋点香油和生抽，这一口下去都不用牙咬，直接滑进胃里。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友简直是恩赐，吸收率也是极高的。第二推荐是做番茄炒蛋，番茄里的红素护心，鸡蛋补气，这2个是绝配。炒的时候注意少放油，先把蛋液炒熟盛出来，再炒番茄，最后合在一起，酸甜开胃。第3种是水煮蛋，把鸡蛋冷水下锅煮个8分钟，熟了之后捞出来泡凉水，剥壳切开，如果觉得干，可以拌在粥里或者蘸一点点酱油吃，原汁原味，营养保留最完整。第2样是奶制品，这是咱们的液体钙库与蛋白补给站，每天雷打不动至少喝一杯250毫升的奶。有些朋友一喝牛奶就肚子咕噜叫，拉肚子，这是乳糖不耐受，别担心，咱们有办法。你可以改喝酸奶，记得挑糖少的买，
或者买那种专门的舒化奶。无乳糖牛奶，在下午3、4点觉得饿的时候，别吃饼干，再来一杯奶，10几克蛋白质就轻松到手了。第3样是鱼肉，这是中老年人的血管清道夫。为什么我总是首推鱼肉？因为鱼肉的肉质纤维非常短，做熟了特别松软，好消化，绝对不塞牙。特别是像鲈鱼、鳕鱼这些鱼，里面富含优质脂肪酸，那是血管的润滑剂。推荐你一招清蒸鲈鱼，切点姜丝一铺，上锅蒸个8分钟，淋点蒸鱼豉油，那肉又鲜又嫩，营养保留的最完整。或者是做鲫鱼豆腐汤，把鲫鱼两面煎黄，倒入开水，大火熬成奶白色的汤，再加入豆腐。豆腐是植物蛋白，鱼是动物蛋白，这叫动植物双补，喝汤吃肉一举两得。还有一招是番茄炖鱼片，把草鱼肉切成薄片，用蛋清稍微抓一下，番茄炒出沙加水，把鱼片放进去烫熟，酸爽滑嫩，特别能开胃。第4样是禽畜瘦肉，这是补血益气的红能量。很多老友排斥吃肉，觉得塞牙，或者听信什么肉生痰、肉上火的谣言，这都不对。红肉里含有丰富的血红素铁，那是预防老年贫血的关键。怕塞牙的话，我教你几招偷天换日的吃法。第1招是做肉末豆腐，把瘦肉剁成细腻的肉泥，混在豆腐里一起蒸，这样肉香有了，营养有了，却根本不用费力去嚼。第2招是用高压锅炖牛腩，把牛肉切块，加上生姜和胡萝卜，用高压锅炖得软烂如泥，筷子一夹就断，连汤带肉一起吃，暖胃又补劲。第3招是凉拌鸡丝，把鸡胸肉煮熟了，顺着纹路撕成细细的丝，拌点黄瓜丝，浇点芝麻酱，清爽开胃，蛋白质含量还极高。最后，我必须在这个环节加一个特别严肃的安全提示，请大家一定听仔细。如果你的肾脏功能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，比如已经确诊了肾衰竭或者是慢性肾病的晚期，那么上面说的蛋白质摄入量，你必须严格听从专科人员的建议，千万不能盲目多吃，因为过量的蛋白质会增加肾脏的过滤负担。但如果你的肾功能完全正常，那就放心大胆的去吃，把咱们流失的肌肉一点点吃回来。第2条，金科玉律，叫做营养密度是核心。各位老友，咱们再打个比方，年轻的时候，你的胃口好比一个大号行李箱，能装好几碗饭。到了现在，消化功能减弱了，胃口可能缩成了只能装1碗饭的小手提包。既然空间非常有限，那我们装进去的东西是不是得精挑细选？如果这唯一的1碗饭空间被毫无价值的泡沫食物填满了，那身体真正需要的真金白银，也就是维生素、矿物质、优质蛋白就没有地方放了。所以凡是那些只能让你长脂肪却不能给细胞提供养分的空热量食物，必须坚决做减法，甚至直接清零。具体哪些是我们要警惕的黑名单陷阱食物呢？第1类就是传统的白粥配咸菜。从科学角度看，白粥经过长时间熬煮，基本只剩下糊化的淀粉和水，喝下去后
血糖会像坐过山车一样飙升，然后迅速回落，导致你很快又饿了。而咸菜除了超标的盐分，几乎没有任何活性营养。这一顿饭纯粹是给身体灌了一肚子糖水和盐水。第二类是油条、炸糕、麻团这种油糖混合物，它们是血管健康的隐形杀手。第三类是那些看似方便的劣质饼干和桃酥，很多老友饿了习惯垫2块，殊不知吃进去的大多是反式脂肪酸，这是导致血管硬化的元凶之一。相反，我们要多把目光投向高营养密度的白名单食物。同样是一口饭，糙米和杂粮饭就是优秀的代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保留了骨皮和胚芽，那里富含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，能帮助神经系统运作，还能促进肠道蠕动。我们完全可以用红薯、玉米、山药这些根茎类作物去替换掉手里那半个白馒头，这背后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。红薯是天然的通便药，玉米富含叶黄素，能保护眼睛，山药则是健脾养胃的好帮手。至于蔬菜，请记住一个原则，那就是颜色要好色一点。西兰花、菠菜、胡萝卜这些深色蔬菜，它们的抗氧化剂含量往往远高于浅色蔬菜，是身体天然的抗衰老剂。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，咱们来做个早餐大改造的实战演练。很多人每天早晨都是一碗白粥，一个大馒头，再加一小碟酱豆腐，这是典型的碳水炸弹组合。吃完这顿饭，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迅速转化为葡萄糖涌入血液，胰岛素被迫大量分泌，不仅让人饭后昏昏睡，一上午没精神，而且身体急需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可以说是一片空白。现在请听我的建议，把白粥换成一碗燕麦牛奶粥，把馒头换成半根煮玉米，再加一个水煮蛋和几颗小番茄。这个变化看似不大，但在营养学上是质的飞跃。燕麦和玉米提供了粗纤维，就像肠道的清洁刷，能平稳血糖。牛奶和鸡蛋补足了早晨急需的优质蛋白，保证了肌肉和免疫系统的原料供应。小番茄则补充了维生素。这样一顿吃下去，不仅胃里舒服踏实，血糖曲线也会非常平稳。你会发现一上午都精力充沛。所以不要再一味追求能不能吃饱，而是要问能不能吃好。我们要用鱼肉蛋奶和粗粮蔬菜去滋养身体，而不是用淀粉和咸盐去撑大胃囊。第3条，金科玉律，构筑微量元素的防线。在我的日常健康咨询中，这一条往往是被大家严重忽视的盲区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健康隐患。很多老友满脸疑惑地问我，说王老师，我明明肉也吃了，奶也喝了，饭量也不小，为什么身体还是这么虚？为什么还是3天2头感冒？为什么半夜睡觉腿还是会莫名其妙的抽筋？朋友们，这其实是因为你的身体里虽然有了充足的燃料，也就是蛋白质、脂肪和碳水化合物，却缺少了能够点火的火花塞，体内的钙、维生素 D、锌、钾等微量元素，就是这些关键的火花塞。如果没有它们参与催化，身体里成千上万的生化反应就无法正常启动，或者运行效率极低。这就好比你给汽车加满了油，
但是点火系统坏了，那这辆车依然是走不动的废铁。你吃进去的肉和奶，如果没有这些微量元素的辅助，也无法被身体真正利用，最终只能变成代谢废物排出体外。特别是在50岁之后，现代科学研究发现，大家普遍存在关键元素的隐性饥饿。这种饥饿肚子感觉不到，但细胞在喊救命，我们必须针对性地把它们补回来。第一类关键元素是骨骼的钢筋混凝土，也就是钙和维生素 D。这两位是交梦不离的黄金搭档，缺了它们，我们的骨骼就会像被白蚁蛀过的木头一样，内部结构变得疏松脆弱。大伙常说的老掉牙、驼背、个子变矮，其实都是骨骼在塌陷。更可怕的是，一旦不小心跌倒，极其容易导致骨折。而中老年人骨折往往对生活质量影响极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么怎么补才科学呢？哪怕你平时再忙，这3招也请务必记好。第一招是填补，也就是晒太阳。这是大自然免费赠送给我们的顶级补药。但是晒太阳也是有学问的，不是去暴晒。我建议你每天上午9点到10点，或者下午3点到4点，这个时间段紫外线强度适中。你要走到户外，卷起袖子和裤腿，让后背和四肢接受20分钟左右的阳光沐浴。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激活皮肤，合成天然的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它就像搬运工，能把肠道里的钙搬运到骨头里去。第二招是食补，除了大家熟知的牛奶、豆制品以外，我想特别推荐大家多吃绿叶菜，像油菜、芥蓝、苋菜这些不起眼的绿叶蔬菜，它们的钙含量其实非常可观，而且还富含维生素 K， 能帮助锁住骨钙。第三招是专业指导。如果你去检查发现已经有严重的骨质疏松，那光靠吃可能就是杯水车薪了。请务必去听听专科人员的建议，在科学指导下使用相关的制剂，切勿自己盲目乱补，以免补出结石或者血管钙化。第二类关键元素是免疫系统的特种兵，那就是锌。锌元素在人体中扮演着卫士的角色，它参与了体内几百种酶的合成。一旦缺锌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味蕾功能的退化。很多老人跟我抱怨，说我现在吃什么都觉得没味儿，像嚼蜡一样。这就是缺锌导致的，吃不下饭，营养就更跟不上。此外，缺锌还会让伤口愈合变慢，受点小伤很久都不好。更严重的是，缺锌会让免疫细胞消极怠工，导致中老年人更容易遭受一些呼吸道不适的侵袭。我们要学会从食物中获取这位卫士。首先是海产品，其中生蚝也就是牡蛎是当之无愧的含锌冠军。你不用天天吃，偶尔去市场买点新鲜的牡蛎肉，炖个豆腐汤，既鲜美又滋补，消化吸收率极高。其次是坚果类，像腰果、杏仁、核桃这些坚果里锌含量也不错，但我建议你每天1小把即可，千万别多吃，因为它们油脂含量高，吃多了容易增加身体负担。最后是全谷物，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小米、燕麦、胚芽米，它们也是锌的良好来源。虽然吸收率不如海鲜，但胜在每天都能吃到细水长流。第三类关键元素是血管的减压阀，那就是钾。很多有血压困扰的朋友都知道，
要少吃盐，因为盐里的钠会升高血压，但大家往往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，那就是多吃钾，这在科学上非常重要。你可以把钾元素想象成身体里的清洁工，它能把细胞里多余的钠离子置换出来，并通过尿液排泄出去，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卸掉了压力，从而起到辅助稳定血压、保护血管的作用。这一点对于控制慢性身体状况尤为重要。听到这里，我仿佛看到屏幕前有些被慢病困扰的朋友眉头紧锁了，心里在打鼓，说王老师，您说的轻松，我有血糖问题，又有血压问题，甚至血脂也高，这也不敢动，那也不敢碰，这日子过得苦啊，吃饭像做贼一样。朋友们，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，在我的调理案例中见过太多因为过度忌口而导致营养不良的人，有的为了控糖把自己饿得面黄肌瘦，连走路都打晃，有的为了降压一点盐都不敢放，最后搞得浑身没力气。但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慢病调理绝不是苦行僧式的修炼，更不是绝食。只要咱们学会一个核心技巧，那就是替换法，照样能吃得开心，吃得丰富，吃得健康。大伙儿跟着我念这句话，慢病管理不是绝食，是替换。咱们先来重点聊聊这第一类让人头疼的人群，也就是有血糖困扰的朋友。在我的调理经验中，我发现很多人对吃饭这件事儿充满了恐惧，甚至视主食如猛虎洪水。他们觉得只要一沾米面，那血糖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拉不住。其实我要告诉大家，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吃不吃，而在于怎么吃和吃什么。只要咱们学会把快糖巧妙地换成慢糖，这血糖就能被咱们驯服得服服帖帖。具体怎么操作呢？我为大家总结了3招实战秘籍。第一招叫做把主食换脸。咱们传统饮食习惯那是离不开白的，白米饭、白馒头、白面条，这些精细粮口感确实好，软糯香甜，但从科学角度看，它们进入肠胃后的消化速度太快了，简直就是液体糖，会让血糖在短时间内直线飙升。所以咱们得给主食换个面孔，别再顿顿喝那软烂的白粥，吃那精细的白面条了。你可以试着把它们换成杂粮饭、荞麦面、全麦馒头或者是蒸五谷。煮饭的时候千万别光放白米，你随手抓一把黑豆、红豆、芸豆或者是燕麦米、糙米扔进去。这不仅仅是为了口感丰富，背后有着深刻的科学原理。这些豆类和粗粮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这些纤维在你的肠道里就像是一道道坚固的栅栏或者是减速带。当糖分想要穿过肠壁进入血液时，这些膳食纤维会物理性的阻挡它们，把糖分吸收和入血的速度大大减缓。这样一来，你的餐后血糖曲线就不再是陡峭的山峰，而是一条平缓的小土坡，身体的负担也就大大减轻了。第二招是调整吃饭的顺序，这可是个完全不花钱，不需要额外买什么，但效果却立竿见影的降糖秘籍。咱们很多朋友吃饭习惯大口扒饭，或者先吃肉，最后喝汤。现在请您把这个顺序彻底倒过来，你坐到餐桌前，第一件事先吃那一盘子蔬菜垫底，这蔬菜里的粗纤维先占领了胃部的空间，给胃打个底。第二步再吃肉，
蛋奶这些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食物，因为蛋白质和脂肪的消化时间长，能进一步延缓胃的排空速度，增加饱腹感。到了最后，当你已经有5、6分饱的时候，才开始吃主食。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顺序调整，你会发现同样的一顿饭，你的餐后血糖峰值能被削平不少。而且因为前面已经吃了不少东西，最后主食的摄入量自然而然就减少了，既不用挨饿，又控制了血糖，可谓一举两得。第3招是水果的偷梁换柱。很多朋友觉得水果是甜的，就彻底戒了，看着别人吃，馋得直咽口水。其实大可不必，只要选对种类，选对时机，水果依然是咱们的好朋友。像西瓜、荔枝、红枣、龙眼这种升糖指数极高的水果，咱们确实得忍痛割爱，先放一放。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们偷梁换柱，换成柚子、苹果、梨，或者是小番茄、黄瓜、猕猴桃。这些水果含糖量相对较低，且富含维生素，而且吃的时间非常有讲究，千万别刚吃完饭，嘴一抹就拿起水果吃，那是火上浇油。你得把水果放在2餐之间，比如上午10点半或者下午3点半，当成一个加餐来吃。这时候上一顿饭消化的差不多了，下一顿饭还没来，吃点水果既解了馋，又能平稳血糖波动，还能防止低血糖的发生。接下来咱们来聊聊高血压朋友最头疼的那个字，那就是盐。很多人跟我抱怨说，专家让我少吃盐，我家那菜做的淡而无味，吃的我嘴里都要淡出个鸟来了，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滋味啊？朋友们，这种痛苦我特别理解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咱们的味蕾其实是在退化的，对咸味的敏感度降低了，所以老觉得菜没味儿。但是高血压怕的是钠，不是怕美味，咱们完全可以换个思路，减盐不减味。我们可以试着调动厨房里的其他佐料，用醋、柠檬汁、葱姜蒜、洋葱、香菜、辣椒、花椒这些天然香料来代替手里的盐勺和味精。酸味、辣味和辛香味能极大地刺激我们的味蕾，提升对食物风味的感知。举个例子，您试过用柠檬汁蒸鱼吗？那种天然的果酸味混合着鱼的鲜味，甚至比放酱油还要美妙。而且柠檬还能软化血管，一举多得。或者做菜时多放点醋，醋能增进食欲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减盐。同时为了血管的健康，您还得练就一双火眼金睛，时刻警惕身边的隐形盐。很多时候您觉得自己做菜没放盐，怎么血压还是不稳？因为盐它会隐身，像咱们早餐爱吃的咸菜、腐乳、炒菜用的豆瓣酱、蚝油、鸡精，还有平时当零食吃的挂面、话梅、火腿肠这些加工食品，那全都是含盐大户。有时候一口咸菜下去，半天的盐额度就超标了。所以为了咱们那脆弱的血管不再承受高压，这些加工食品咱们还是少碰为妙，尽量吃新鲜的、天然的、自己烹饪的食物。最后是血脂偏高的朋友，咱们的策略是要把坏油换成好油，把坏肉换成好肉。血管一堵，就像家里的自来水管生锈了一样，水流不畅，供血不足，就会引发各种严重问题。而堵塞血管的罪魁祸首之一，
就是我们摄入的不良油脂。咱们不妨学学长寿地区的吃法。首先，请把厨房里的猪油、牛油、鸡油这些动物油，也就是饱和脂肪，请出家门。这些油虽然炒菜香，但它们容易让血液变粘稠。咱们要换成橄榄油、亚麻籽油、茶籽油或者是双低菜籽油。这些植物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，对血管更友好。其次，肉类也要来个大换血，少吃猪、牛、羊这些红肉，多吃深海鱼，比如三文鱼、沙丁鱼、带鱼。为什么要吃鱼？因为深海鱼里富含一种珍贵的物质，叫做欧米伽3脂肪酸，它可是血管里的清道夫和抗炎专家，能帮您清理掉血管壁上的垃圾。我建议大家每周哪怕再忙，也至少给自己安排2次鱼吃，清蒸也好，炖汤也罢，只要不是油炸，都是非常棒的方法。当然，光靠吃还不够，这就好比盖房子，优质的蛋白质和健康的饮食结构是砖瓦水泥，而运动就是那个负责砌墙的工人。如果你光把砖头运来了，却没有工人干活，那这堆砖头最后只会堆在工地上，变成碍事的脂肪，甚至加重身体负担。所以，吃加上动，才等于真正的长寿。运动是把营养转化为肌肉，转化为生命活力的关键信号。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会摆手说，我不行，老胳膊老腿了，动不了，万一摔着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我从没让大家去跑马拉松。针对50岁以上的朋友，我特意筛选了2种坐在椅子上也能做的安全系数极高的运动。第一种叫抗阻运动，这是专门用来长肌肉、强骨骼的。你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，手里拿2个装满水的矿泉水瓶，像举哑铃一样慢慢的上举下放，这就能很好的锻炼手臂和肩部的力量。或者你稳稳地坐在椅子上，把小腿慢慢抬平，脚尖回勾，坚持5到10秒，再慢慢放下。这个动作能极好地锻炼大腿前侧的肌肉，这块肌肉强壮了，就能分担膝关节的压力，保护膝盖，让你走路更有劲，腿脚更利索。第二种是有氧运动，这是用来练心肺功能、平稳血压和血糖的。你可以去公园快走，或者就在小区里溜达。标准是什么呢？不是越快越好，而是要达到微喘但能说话的程度。就是你走得有点喘气，身上微微出汗，还能跟旁边的老伙计聊2句天。但要想唱歌就唱不出来了。这个强度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就刚刚好，既锻炼了心肺，又不会导致过载。或者你也可以练练太极拳。八段锦这些传统功法，动作舒缓，讲究身心合一，不仅能锻炼肌肉力量，更重要的是能锻炼平衡能力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平衡能力强了，就能大大降低跌倒的风险。无论你选哪种运动，请一定记得一个黄金原则：在运动完的30分钟内，你的肌肉正处于充血状态，正如鸡似渴地等待着养分。这时候是身体吸收营养效率最高的时候，请你赶紧喝一杯牛奶，或者吃个水煮蛋。这时候摄入的蛋白质会被身体优先输送到肌肉里去进行修复和生长，直接就变成你身上的肌肉铠甲了。这比你平时空腹吃蛋的效果还要好。朋友们，养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
它就藏在咱们的一日三餐里，藏在每一次抬腿举手间。对于有血糖困扰的朋友，咱们用换脸的主食和科学的顺序把血糖稳住。对于血压高的人，咱们用天然的香料和对隐形炎的警惕把血压降下来。对于血脂高的人，咱们用好油和深海鱼给血管洗个澡。对于所有上了年纪的朋友，咱们用并不激烈的运动配合精准的营养补充，把肌肉留住，把骨骼强壮起来。只要你照着今天说的这几点去做，哪怕每天只改变一点点，日积月累，你的身体一定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。咱们依然可以拥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，腿脚灵便，头脑清晰，吃得香，睡得着，这才是咱们追求的真正的福气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，千言万语其实就为了一个理儿，为了怕大家听过就忘，我特意把今天的核心内容提炼成了5条健康锦囊，请大家务必记在心里，落实在每一顿饭里。第一点，请彻底抛弃千金难买老来瘦这个陈旧观念。现在的科学研究早就证实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微胖才是长寿的本钱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代谢慢了，吸收差了，如果你还坚持粗茶淡饭，盲目节食，身体就会像一具被掏空的空壳子。一旦遇到健康小波折，连一点抵抗的本钱都没有。第二点，牢记饮食的3大支柱，蛋白质要给足，这是给骨骼和身体穿上防弹衣。鱼、禽、蛋、奶不能少，热量要挑剔，少吃蛋糕、甜点这些空热量，多吃粗粮。蔬菜这些营养密度高的食物，微量元素要补齐，钙、维生素 D、锌、钾，这些都是维持身体机器运转的精密螺丝，缺一不可。第3点，慢病人群要善用替换法。糖尿病把白粥换杂粮，调整吃饭顺序；高血压用天然香料代替盐勺，减盐不减味儿；高血脂用植物油代替猪油，用深海鱼代替肥肉，不盲目绝食，照样吃得香。第4点，坚持吃加冻的黄金组合，光吃不动长脂肪，光动不吃身体虚，举水平，抬腿，配合快走散步。特别是别忘了运动后呢30分钟的黄金补充期，喝杯奶，吃个蛋，让肌肉长得更结实。第5点，要特别严肃地提醒一句，虽然我们鼓励补充蛋白，但如果你的肾脏功能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，比如确诊了肾衰竭，那蛋白质的摄入量必须严格听从专科人员的建议，千万不能自己瞎吃，否则反而会加重肾脏的负担。朋友们，在这个年纪，一顿营养均衡的饭菜就是最好的长寿方法。哪怕从今天晚餐开始，咱们少煮半碗白粥，多蒸一条鱼，多烫一把菠菜，都是在给身体的底子加砖添瓦。咱们的目标不仅是活得久，更是要活得有质量、有尊严，腿脚灵便地享受生活。如果你觉得今天我的这番话帮您解开了心中的疑惑，请点个赞支持一下，也欢迎转发给身边那些还在坚持粗茶淡饭的老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吃得科学，活得健康。祝大家胃口好，身体棒，咱们下期再见。